最近中南海的气氛有点不太对劲儿。四中全会之后，各种换人的消息越来越多。从陕西西安官场突然大地震，到深圳老根据地换了领导，景俊海突然出现在母校，中央警卫局也传出大动作。习近平的二姐夫吴龙被撤职，桩桩件件都透着不寻常。单看每一件事都够劲爆，但连起来看，有人似乎在系统性的调整习家军，甚至盯上了习家族核心。今天的视频我们不下定论，只给大家梳理公开报道和分析人士的解读，一起看看最近这些事件到底意味着什么。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小玉。咱们先从陕西西安开始说起，所有风暴的起点都绕不开陕西，这里是习家的根，是习仲勋的故乡，也是习近平政治光谱中的标志性大本营。然而四中全会后，陕西迎来的不是掌声，而是一场地震。西安突然爆大量官员落马，坊间甚至把这轮政治震动暗喻为习家龙脉被震断。多名官员因项目资金问题集中被查，多名涉及政商链条的人突然消失，深层利益网络被曝光。这条利益链始终围绕着一个重点人物，那就是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。各种爆料称，西安书记方红卫长期掌管约 60% 的相关财政与项目收益，是习远平的钱袋子。这已经不只是一般的人脉关系，而是家族经济网络的核心节点。调查触及这一层，意味着有人已经突破了政治的禁区。如果说陕西是习家的精神象征，那么深圳就是习家军的现实根据地。这里有马新瑞、王伟忠等核心人物的影子，长期被视为习家系在经济领域的重要支点。然而四中全会后，风暴开始向深圳蔓延。11月，一个惊人变化发生了，深圳由长期与习家不和的对立派系人物接手，这是赤裸裸的撬地盘，谁动了深圳，就等于动了习家军的筋骨。将陕西和深圳两地的变化连在一起看，一个清晰的信号已浮现，有人正在系统性地拆解习家军最坚固的堡垒，而这仅仅是风暴的开场。11月17号，政坛传出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消息，景俊海，之前被传已经被带走调查的人，居然突然现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。如果换作普通听官，这可能没什么，但景俊海可不一样。他被外界视为习家家奴、习家军核心人物，前吉林省委书记，在习时代晋升速度极为惊人。他本次在母校露面，处处透着反常。首先，没有省级领导陪同，按规矩，正部级官员返校调研，至少得有副省长或省委常委陪同，但当时景俊海只有校长和副校长作陪。再就是陕西方面的冷处理，按说俊海是陕西老乡，也是西电重量级校友，但现场异常冷清，颇有回光返照之象，中共高层官员落马前的一贯操作。这说明什么？政治保护力已消失，俨然弃子一枚。外界解读，这显然是被放弃、划线、切割。景俊海的这次露面，于2013年周永康落马前曾公开亮相母校，2个月后就被立案调查的模式如出一辙。被传调查后突然出现，无高官陪同，最后亮相老本营。熟悉中共政治手段的人都不难看出，这是一种政治死亡前的象征仪式。景俊海不是自己走出来，而是被放出来，做最后告别。如果说景俊海的事情是在削弱习家军的力量，
那么马新瑞事件就是直接碰到了习家的钱袋子。11月18号，海外时评人士蒋网正爆料，前新疆书记、政治局委员马新瑞和他老婆荣丽被带走调查。消息一出，海外政情圈震动不小。为什么这么敏感呢？因为马新瑞不是普通官员，他老婆荣丽更不是普通的官太太，她是彭丽媛的闺蜜，她的女儿和女婿有加拿大绿卡，她掌控大约70到80亿人民币的资产，资金分布在香港、深圳以及加拿大温哥华和魁北克。荣丽被认为是彭丽媛的白手套，打理第一夫人的隐秘财富。换句话说，查荣丽不只是查马新瑞，而是直接指向彭丽媛本人。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政治斗争，而是触碰核心家族。马新瑞本人也不简单，在深圳当市长、书记时，与恒大、徐建业等地产大佬深度绑定，被指协调国企向彭丽媛妹夫的濒危公司注资45亿，家族资金链横跨广东、新疆、北京。今年他突然被调离新疆回京时，有记者拍到他脸色惨白，汗流浃背，讲稿都在抖。这可不是身体问题，而是巨大的政治压力。他可能早就处于软性调查中，只是直到11月才浮出水面。海外分析人士陈破空指出，荣丽在加拿大的资产结构和信托模式和习近平家族在澳洲、加拿大的布局高度相似。换句话说，调查马新瑞夫妇其实是在摸习家族隐性的财富网路。继续向下查，这条线可能牵扯到习远平、习安安、吴龙、小姑子、连金、外省等多层网路，这已经直指核心家族了。比查前还严重的是直接盯上习家核心护卫。海外时评人士老登爆料，习近平的二姐夫吴龙已经被中央警卫局除名。如果消息属实，这可不仅仅是换个位置，而是直接撬动了习近平的贴身安全体系。吴龙不只是警卫局的一名干部，他还是习近平的二姐夫。自2017年起，负责习近平核心贴身安保，属于家族直系警卫力量，还是清零运动中最大的经济受益人之一。能靠近习近平1米以内的人，可不是级别能衡量的。现在他被撤掉，意味着有人直接拔掉了习家族最敏感、最不能碰的贴身层。这不是一般派系能做到的，也不是普通军队能做到的，而是一场顶层权力的重新分配布局。那么我们把这些时间线一捋，就能看出端倪。一、军方力量，刀把子被回收。近期火箭军、装备发展部、战略支援部队都经历了大规模整肃和人事调整。换句话说，军权正在从习家军手里收回，而一旦军权变动，任何政治斗争都可能被彻底改写。二、中组部与中纪委罕见对调。胡系出身的石泰峰突然掌握中组部大权，同时深度介入中纪委巡视，这在中共政坛非常罕见。管干部的中组部与管纪律、管查办的中纪委开始出现权力合流。简单理解，他们拥有了定人生、断仕途、送秦城的能力。三、习家军核心人物集体失常。近期动向显示，蔡奇持续消失，王小洪被证明存在，但无实际行动空间。景俊海以回光返照方式出现在母校，马新瑞、荣丽被查，吴龙被撤职，习远平、习安安周边资产被频繁曝光。如果这是一场政治斗争，现在轮到习家军被猎杀。三大力量合流，形成了对习家族的围剿态势。四中全会之后，中南海的局势有点不太寻常。最近发生的几件事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有人在从多个方向收网，
或者说是剪裙边。习家的一些政治盟友变得被动，没办法主动作为，家族的经济网络正在被调查，地方根据地不断被调整换人，贴身安保也出现了变动，舆论焦点开始集中在家族成员身上，有如一只无形的手正在从各个方向同时收紧。回顾过去10年，会发现一个清晰脉络：前期整肃薄熙来、周永康、孙立军，反习派被削弱；中期反腐深入军队、政法系统，刀把子被收紧；后期反腐盯向金融和资本，钱袋子被控制。但是现在不一样，这是第一次反腐的刀锋直接指向习家族自己。这不仅是权力斗争的升级，更像是一场政治局势的反转。中南海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敏感期。过去10多年，中共政坛一直是习家军的扩张史，但是现在这条势头突然急转直下。这些迹象并不意味着习近平马上就会倒台，但很明显，有一股力量在系统性地拆解习家军及其各方势力，而且目标直指核心。从陕西到深圳，从景俊海、马兴瑞到吴龙，每一步都比前一步更接近核心。如果这场政治斗争真的走到清理家族层级的阶段，那就意味着中南海正在进入10年来最危险、最不确定的时刻。简单说，一场真正的大的政治风暴可能才刚刚开始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